这一刻，很多人等了整整1年。曾经频繁出现在大家视线中的 Felista， 突然在某一天消失了，没有预告，没有解释，账号停更，动态清零，就像从网络世界蒸发了一样。有人猜测他回归普通生活，有人怀疑他遭遇变故，也有人断言他再也不会出现了。但就在最近，一个全新的抖音账号悄然上线，没有预热，没有铺垫，仅仅是一条视频，却瞬间点燃了评论区。镜头里的 Felista 比过去瘦了一些，神情也更加沉静。但最让人意外的是，他一开口就红了眼眶。他说：“谢谢你们，还在等我。”短短一句话，评论区直接破防。这一年，他到底经历了什么？为什么选择沉默？又为什么在此刻重新出现？更重要的是，他提到了一个名字：豆豆。视频中 Felista 并没有做过多复杂的叙述，他的表达很简单，却格外真实。他说，这一年，他不是不想说话，而是没有办法说。这句话其实信息量非常大。对于一个长期依赖社交平台生活的人来说，沉默本身就是一种被动状态，不是不愿意，而是现实条件不允许。而紧接着，他提到的重点是手续。他明确表示，自己一直想带豆豆回到中国，但手续还没有办下来。这句话让很多一直关注他的人瞬间明白了，问题的核心不在情感，而在现实。跨国生活从来不是简单的想回就回，签证、身份、孩子的证件、监护关系，甚至疫苗、教育衔接，每一项都是现实的门槛。尤其是涉及到孩子的时候，复杂程度会成倍增加。Felista 没有详细解释，但他的情绪已经说明了一切。说到这里，他停顿了几秒，然后低头擦眼泪。这不是表演式的哭，而是那种压抑很久之后突然松动的情绪。很多网友在评论区说，这一段不像演的。确实，这种情绪很难伪装。更让人意外的是，他在视频中反复提到感谢。他感谢那些在他消失期间还一直私信他、留言支持他的人。他说，有时候他会偷偷看评论，但不敢回复。这句话其实透露出一种非常复杂的心理状态。他没有离开，他一直在看，只是无法回应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他并没有彻底放弃互联网，也没有放弃那些关注他的人。他只是被现实暂时困住了。这种看得见却不能说的状态，其实比彻底离开更难受。因为你知道有人在等你，但你却无法回应。关于豆豆，是整条视频中最让人揪心的部分。Felista 说，他真的很想带豆豆回中国。这句话说得非常坚定，没有任何犹豫。注意，他用的是很想，而不是考虑或计划。这说明，这不是一个临时想法，而是已经在他心里存在很久的决定。为什么是中国？其实从他过去的经历来看，这并不难理解。中国对他来说，不只是一个国家，更是一段生活，一段情感的承载地。在那里，他有过家庭，有过稳定的生活环境，也有他熟悉的一切。而对于孩子来说，中国意味着更成熟的教育体系，更稳定的生活环境，以及更明确的成长路径。但现实问题是手续还没办下来。这句话直接把理想和现实的距离拉开了。很多人会简单理解为签证问题，但实际上远不止如此。可能涉及孩子的国籍与身份认定、监护权相关文件、出入境政策限制、疫苗与健康证明、教育衔接材料，每一项都是时间和精力的消耗。而且这些事情不是一个人可以快速解决的。有网友在评论区问，那他现在的生活怎么样？从视频细节来看，其实可以捕捉到一些信息。他的环境比较简单，没有刻意布置的背景，也没有明显的商业痕迹。这说明他目前的状态更多是回归普通生活，不像之前那样以内容创作为主，而是以现实生活为核心。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他会消失。当一个人的生活重心从展示转向生存，更新就会变得次要。但这一次他选择回来，说明一件事，他准备重新面对公众，而且不再是以前那种轻松分享生活的状态，而是带着更多现实压力和情绪的回归。这种回归其实风险很大，因为一旦重新出现，就意味着重新接受评价、质疑，甚至误解。但他还是选择了出现。为什么？很可能是因为他需要一个出口。这一年的积累需要被表达。
而那些一直在等他的人也需要一个回应。视频最后，他说了一句话：“我会慢慢更新的。”这句话看似简单，但其实非常关键。它意味着他不会一次性讲完所有故事，而是会逐步释放信息。这对关注他的人来说是一个信号，他不会再突然消失，至少在可控范围内，他会尽量保持连接。现在的问题来了，弗利斯塔这次回归会走向哪里？有3种可能性。第一种，回归普通博主路线，慢慢恢复更新频率，分享生活，重新积累粉丝信任。第二种，转向现实记录，更多讲述跨国生活、手续问题、孩子成长等真实内容。第三种，阶段性出现，只在关键节点发生，比如手续进展、孩子动向等。从目前来看，第二种的可能性更大，因为他的表达已经明显从分享生活转向讲述现实。这种转变其实更容易引发共鸣。最后，我们回到最核心的问题，他能不能带豆豆回中国？从现实角度来看，这取决于3个关键因素：一、手续是否顺利；二、时间成本是否可控；三、外部环境是否稳定。这3个条件缺一不可。但从他的态度来看，他是坚定想做这件事的。这就意味着，只要有一线可能，他都会继续尝试。这一年，他没有消失，他只是暂时沉默。而现在，他选择重新开口，带着眼泪，也带着希望。至于未来会怎样，没有人能确定。但至少，这一次，他回来了，而故事也才刚刚开始。